懒得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邦邦。解密404，长出白发丝。发丝，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就是白头发可不可以直接用白发丝这种词啊？但就是白发丝，但你要知道，就那个要押韵。你知道我的那个白头发从国中时期就有7根，长到现在没有变那个是不是长完之后，即便拔了，它也会出现哦？因为那是毛囊本身就已经就是它已经没有黑色素，所以它长出来就永远都白的。我也觉得SAD， 我那时候就是大概是在刘海这个位置，然后就长了一个。因为你说像挑染这样吗？对对对，然后它又比较短，它会有点翘。然后你知道我同事经过，他看到我头发上有一个，直接拔起来。我想说，这样不会很痛吗？就我想说，虽然人家是白头发，但也是我的白头发，你尊重一下我的白头发。白头发，对，头发啦，头发，可以，我们要服务两岸的人民。对，毕竟人家小粉红都来了，真是，咱也要有一些人家听得懂的语言。而且他们都来留言了，对，而且自从我们标题直接下了说，欢迎五毛都来听之后，就不敢来留言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觉得有点可惜啦。对，但是是真的就是希望说你们真的来听，就留言就好，那你就留，但就是来听吧，没错，所以我们要先来祝一下，就是不管各位听友们跟各位观众们，我们祝大家，没错，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这边没错，准备了一点点啦，就是不才，小女不才，就一些这个吉祥话啊。哎呦，这么多是不是？对，来哦，帮你上个音效，来，来，如果好的话上一下音效。好，那我预备好了。好，来，祝贺这个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收，六六大顺，七通八达，天长地久，十全十美。太多了是不是？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那个太妙了。我们很久没有出这个罐头音效了是，对。毕竟这个气氛呢，在过年期间，你知道初三大家都要做什么吗？是走春吗？没有，走春完之后很累，要睡觉。真的所以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所以我们现在在人家睡觉的时候，然后放罐头音效，然后吵他起床，这样。没错，因为睡到晚上也该醒了吧？没错，而且今年是蛇年啊，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谐音梗的这个吉祥话比如说什么就是用什么开头啦，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厉害什么都棒，什么都赚钱每一年的吉祥的那个梗，就是感觉好像商家也是要费尽一番苦心。而且这个邦邦，不知道你在这个过年走春的时候会跑去哪里呢？原本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凌晨起床，然后那个你说凌晨起床？对啊，有点太早，因为他们都会想要去中部的地方，然后赏樱花，然后就会想说大家要早一点起来不然国道塞车啊，什么之类的。对你们来说是北部吧？往北走了就往中部走了，对啦，但就是后来的时候，到之后后来那个大人自己也起不来，没错，然后所以他们就放过了，就是叫大家，而且中部太多景点了。这样是好事吧？就是帮忙分摊一些人流，就中彰头啊，到处像南头，就是你要去看一下山林溪啊，溪头冷的要命也要上山之类的，然后去一下那个山脉区啊，然后各种看花看草，对，看自然，对。但是好像我后来发现，其实过年期间那个花也不是说可以开到多盛放，因为就像樱花这种东西，不是其实都还要再晚一点。它有时候都会太早，看一看那个寒流有没有来啦。据说这一次的这个天气预报，气象署已经预估了，可能会有3.5度的低温嘛。我们就看樱花会不会提早盛放这样。祝大家过年想看的花都有看到，是可以去一下九族啦，那边就有一堆樱花。对，其实重点就是九族啦。对。但九族其实都会再晚一点开，然后就一早去的时候，大家就变成是就大人兴致匆匆的去，然后扑空完之后，然后开始那边就是去玩自由落体还是什么。而且九族在以前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你知道那种校外教学最喜欢去的地方，然后每次在上面尖叫完之后，有同学就在那边呕吐这样。
就是嘴巴开花。对对，他是下来吐啦，没有在上面吐，在上面吐就有点可怕。天女散花，对对对，火树银花哦，有点恶。确定人家过年想听这个？没有，对，而且在这个过年当中，我们每次除夕的时候都有很多重头戏，包含亲戚就会来家里吃个年夜饭之后，就会在比如说远房亲戚啊，就会来拜个年这样。你都叫得出来吗？我叫不出来，可是我被越叫越大，我觉得有点可怕。我小时候就被叫舅舅了你小时候多小？就是你知道我那个同班同学，可是我们是亲戚，但你知道那个小时候他就要叫我舅舅，原因是因为我们家辈分很大，对。然后我现在你猜我已经被叫到什么辈分了？你从小被叫舅舅，现在应该是什么？就是爷爷，类似爷爷之类的嘛。我已经被叫到贝公跟舅公了。哦，很扯，对不对？这样应该蛮开心的吧？没有开心，因为见到他就要跪下，然后拍拍，真的可以不要这样，来点吉祥话。还有那种舅公给你红包，对，就有点可怕。然后那个亲戚的婴儿小到我觉得哇不得了然后他以后要叫我已经讲不出来的那个称谓。就是再往上去，就舅公再往上，没错，这个连公民老师都答不出来，我觉得。对，公民老师不是要讲那个称谓吗？对，然后每次讲到那个姻亲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什么妯娌什么的，绝对说不出来的。通常这个都要你知道，你还记得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电影吗？就是那个主理人，然后旁边不是都有一个秘书嘛？对，然后旁边要帮你叫一下什么称谓啊？对，就你知道吗？反过来，通常是妈妈是那个角色。对，比如说那个大人我叫不出来的时候，妈妈就会说这个要叫介公啦，对，都是这种的。因为我觉得有些妈妈很过分，她会说来叫人啊，叫不出来呢，叫不出来。你要先给答案才可以跟我说叫人啊。我小时候都诚惶诚恐你知道吗？在那边都整个傻眼又想收红包，然后又叫不出来。对，新年快乐要叫什么祖，要叫什么姨婆，所以你到最大宗的那一个过年的时候，家里会多到多少人？是会有很多个家庭？因为妈妈那边有9个兄弟姐妹，然后你知道所有的就是亲戚加上9个兄弟姐妹，他们的长辈，就是那舅舅阿姨们的长辈在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家塞不下我们家真的塞不下整栋透天塞不完，真的背不完而且三房多厅每个厅都塞满。这样，对，然后小孩自己在一间这样一间游戏室，然后也塞不满。哇，那塞满啦，不是塞不满，整个塞满。对，这样一个长辈他要准备多少个红包啊？如果这么多人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一些互利互惠吧，就是比如说对啦，那个长辈塞给我们，然后我们的长辈再塞给他们，对，总是会回收啦，成本有没有到而已。就是过年取得一个收支平衡啦，就尽量期望可以收支平衡。没错，就是一个好笑的概念。重点是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带坏小孩的什么表哥表姐啊，会过年给你玩个小赌小博。你说打麻将那种吗？还是就是小朋友都在玩扑克牌，然后大人都在玩麻将嘛，对不对？那赌多少？赌多少？就是可能1元复始，万象更新，很烂是不是很烂？对，好歹要从30、50开始。没有，我们不能赌那种东西啊，怕警察被来抓。对耶，对不对？对，不能鼓励听友们做这件事情，不要乱讲话，知道吗？大年初3大家好好休息就好了。没错，睡觉起来万象更新。对，毕竟守岁也是守得很辛苦啦。对，虽然说我不太确定现在还有几个人会在做这件事情。通常就是你会在那个过年的时候，比如说像是有亲戚就喜欢就是各种电影的每一部很多嘛，比如说就像是哈利波特就要从1到全部看完这样。但是现在大家不是就是出社会之后很累，然后过年就能睡则睡吗？没有我就是能玩则玩。真的对，哇，你就是非常的从小到大都爱玩啦，赤子之心。对，没错，而且小时候呢，常常被舅舅带出去嘛，就初1的时候不是要走春嘛，对，然后3更半夜的时候他开车，我们还在车上。那你们在唱歌吗？还是怎样？没有，我们在车上睡觉，然后一醒来7、8点的时候就到了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是中部，然后到南部去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要去，比如说那时候垦丁还很红的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东西可以玩，对不起，对，那时候肯定还很红的时候啦，所以呢，那时候就往南部玩嘛。那醒来7点的时候，刚好到了屏东，然后刚好吃了那边当地的厉害的早餐。
哦，刚刚好，大概是这种小时候的回忆啦。对啊，但是这种回忆呢，随着舅舅的离去就是已经没有这种荣景了。但是呢，舅舅的小孩还是很多，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来都会来拜年啊，就是一个和乐融融啦。但你知道拜年的时候最怕一种亲戚。最怕什么亲戚？就是问你要不要婚啊，要不要生啊，收入多少的这种亲戚。对，年终拿多少等等之类的。这时候就很想跟这种亲戚讲说啊，干你屁事啊！不，没有，这位很凶哦，过年了很凶，是，对。但就是我们分享了很多整个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守岁，没错。对，那就是这一天的话，通常我们应该是。我们现在是从小年夜开始放吗？除夕开始放？对，小年夜前一天吧，就开始放了嘛。然后除夕大家就好好的守岁，是，这是台湾最的情况啦。而且台湾人的血液基因里面就是一堆谐音梗嘛，像刚刚我们跟各位拜年啊，就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赚嘛，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中国人民呢，他们使用谐音梗，就是有一种要破除这个文字狱的迫害的时候才会使用谐音梗，比如说他们在微博上面要去批评或者是实名举报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能直接正中红心的讲那件事情，他就要那个用谐音梗的方式来去讲。像最近的这个除夕，对不对？这个谐音梗就是除夕啦，对不对？除夕什么除夕？我没听懂，没听懂。以前都不能放假的除夕，现在可以放假了现在可以，以前不能放假吗？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西啊跟这个习近平是一样的这个音啊，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文字狱的状况，所以呢就不能放假啦。所以除夕就是除掉习近平，没错，可能有这个意涵在。是。所以那个中共在去年的时候有说这个，反正就2024年的那一年，就是他们的除夕就没有放假，而且他们还说除夕不能叫除夕啊，得叫大年30。大年30吗？对，什么意思？就是应该是算到那一天就30号啊，大年30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不能直接拿除夕来称呼那一天晚上，对吧？但是这样子进了1年之后呢，又说今年可以放除夕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个习近平没有什么这个皇帝的权利了？你是说人家已经不管他被不被除了，可能他的兵权已经被除掉光光了嘛？SAD 是不是他的这个军系的人马都拜拜了？所以呢，导致什么状况？觉得我不 care 你有没有被除？对啊，反正你走了之后，我们有人，我们再补。对啊，反正你也没有任何的接班人嘛，那大家底下就争一争，斗一斗。对大家也在紧盯那个位置。总之呢，习近平呢被我们认为是一个这个也是很会玩谐音梗的人。是啦，玩什么谐音梗呢？他玩了什么梗呢？就是也不止谐音，就是各种逗趣诙谐的东西都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现在应该是还不太能大力使用的维尼熊。维尼熊不能直接来，一切都是为你，一切都是为你。我记得如果那个维尼熊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因为他跟奥巴马的一张照片吧，然后就很像小熊维尼跟那个跳虎，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用小熊维尼来隐喻习近平的时候呢，维尼熊这件事情就被禁了。这样哇，讲到奥巴马，最近这个美国新任总统，对，刚上任不来，对，刚上任不久，什么刚上任不来是什么意思？乱讲话。对，小熊维尼是一个，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200斤。200斤是什么？对，200斤就是数字200，然后斤就是公斤的斤。200斤，是他们有说这个也不能用，这个也不能用在，因为他们习近平有一次，他就直接跟媒体说什么？我看一下，他原话就是说，他那时候在扛那个麦子，他说我扛那个200斤的麦子，然后走了这个千里的山路不换肩。200斤是几公斤啊？100公斤。100公斤，他说他扛了100公斤的麦子，然后走了千里的山路不换肩。网友就对啊，网友就开始觉得好笑，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什么200斤，然后称呼他什么200斤的胖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反正总而言之，200斤这个词就是也不能用，对，也被禁掉了。所以有很多被禁的东西都在这个习近平的时代常常出现嘛。没错，毕竟他这个是就是只能讲好话的年代。而且就是其实。中国的，就我们刚刚有提到中国的所谓的
以中共话来说，就什么黑话烂梗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因为你禁的东西太多了。对啊，那我们如果不能直指，因为它叫禁评嘛，禁止评论啊。对啊，我们如果不能直指竞品的名字，它也靠近贫穷啊，禁止评论要靠近贫穷，竞评不断的竞的话，对啊，禁止评论竞品的话，那我们也只能找一些有的没的词汇来做代替。哦，所以最近这个中共总理宣布这个除夕可以放假了，所以呢，他是不是在发讯号？是不是？就是大家可以除夕了，这样？对啊，大家可以把它除掉了，是不是？我们把它导入另外一个故事。可是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因为中国各地现在都是很多陈抗事件啊，而且青年又不躺平，对不对？对啊。然后那个什么。呱呱系列嘛，又在招兵买马等等之类的，而且之前那个李怡雪不是还被关进精神病院，然后要连线也连不到啊，对不对？各种的。等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在释放讯号？等一下，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就好像大过年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明确的警讯。没错，2025是变动的一年，是，没错。我们感觉你好像要跟那个唐老师一样，要一个变动的一年，这样变动星座哦。对，习近平是什么双子座吗？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好像是双。反正我们回去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星座命盘的情况怎么样，他今年到底可不可以就是了解安然度过？以后可以来做一个特辑，叫做这个政治人物的星座乱评，这样感觉会很有趣，感觉很好笑。对。我突然想到，习近平还有一个绰号叫“北京一男子”，这个你也不能用。北京一男子，对，北京一男子就是一。对，北京有一个男子的意思，北京一男子也不可以用在习近平身上，就是你在网络不能用，因为有一次那时候是在那叫什么，他们的封城期间，那个疫情封控期间，然后他们的那个北京的。他们有一个网络媒体啊，然后就在微博上面发文，然后 hashtag 就写说北京一女子导致什么封控怎样，然后那个网友就诙谐讲说北京一男子什么害14亿人怎么样直接意有所指啦。对，然后重点是大家就都知道他在指谁，然后北京一男子这个词汇就被封了，就你也不能用。我觉得好夸张他们就是知道在指涉谁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佩服一下中国人民就是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对，在这个词海当中要选出一个就是能够指涉对象的那个，不管是谐音梗也好，或者是一个就是词汇也好，对，我觉得他们也是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的词语当中那时候那个他们一颁发说，就去年10月一说什么不准用什么谐音烂梗的时候，然后中国网友就说，但我们想好好说话，你们不让说呀。对啊，也不能讲他们领导人的坏话嘛，对不对？就像是以前我们的这个中国留学生来到这个台湾交换学生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中国的同学呢，他们就说哇，你们的政论节目好好看喜欢都可以一直骂哪个立委要干嘛哪个县市首长怎样，哪个总统怎么样都可以骂然后立委上节目亲自骂。这时候我就说那你觉不觉得我们台湾很言论自由？他就说那我回去也要试试看。然后我就说那你赶快回去试试看。你不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在微博上面就发了一个叫什么64啊怎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也很言论自由。他想证明给你看也言论自由。他马上微博就被封号了。哇，他就说哇。完蛋了，我回不去了，所以他就一直留在这边，把就是研究所读完，然后论文写完之后，就直接出国了。我讲的出国不是再回他们中国，然后再出去是直接出去，然后到美国去这样。哇，他就没有再回去了，因为他很害怕。所以刚刚我们前面一直在搞笑，但其实这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没错，就是连他们爸妈都说，你讲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就不要再回来，拜托什么之类的。然后包含他说，因为我还有在联系嘛，然后他就说，这个在家里的爸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喝茶喝咖啡真的就只是因为那一个6次的文，就是那一次的文。对，但是因为也没有再发出任何的一个讯号，所以他们不会对他们尽量平缓下来就平缓下来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有一天有能力的时候要把爸妈给接出来，所以意思是说，有很多的中国人民只要一讲错话，没有用到谐音梗，或者是指涉的词汇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就会有危险。
哦，对，这好像也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讲过，也是中共惯用的手法之一啦，就是用你在中国还有的家人来威胁你在外国的言论，对言论言行等等之类的，就是你要保持你一贯的立场，就是爱国家爱党。对，我觉得跟他们这个媒体上面的这个宣传的模式，或者是新闻写作模式都很像。你只能照着党意走，跟着党意走，跟着感觉走是不行的。你不能，他就会让他带着我。对，他就是党嘛。然后希望不会在不远处登着我这样。可能就是那个幻灭。在不远处等着你，破碎在不远处等着我。对，如果你不照党意走的话，有可能你不管是你的任何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你网络上的这个账号的分身，都会直接拜拜。所以有可能是你的生命直接拜拜。对啊，而且如果你生命拜拜的时候，你网络账号又拜拜的时候，你等于大家就算要找你，也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还不安全。对啊，就像是这个被消失。没错，就像是很多这个，比如说被关进精神病院也没有得精神病啊，对不对？这种中共常用的手法就是让你消失是绝对有理由的。对，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大年30这一天，中国人也就是对啊，都平安啦，希望大家都平安。毕竟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要让这个中国人民要怎么笑中国人民，不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反对的是中共这个政权对于这个自己的人民的戕害跟迫害。所以呢，解密404的存在就是要帮助大家了解这层关系。对，所以我们也是很赞同中国人民持续的来陈抗，有一天能够就是推翻中共，让这个台湾人民更安全这样。因为所谓他们的出现的声音也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环。毕竟这个星火必须要燎原嘛。对啊，说实在话，也是真的觉得，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抗议的有道理。接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扯的。这件事情到底多扯呢？各位听友们还记不记得，如果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好朋友们就是通常我们发消费券的时候是要干嘛？我记得这个08、09年的时候有一次嘛，那时候是所谓的金融大海啸，所以导致说那个消费就是消费不振兴这样子，反正就是我们希望消费起来。然后最近一次就是2020、2021，对的振兴券，以后的振兴券，没错。那这个消费券是当下呢要把这个经济拉抬起来嘛？那振兴券是让这个消费习惯再度出现嘛？没有，就是不让这个疫情影响到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这不管是消费券还是振兴券，都是要拉抬经济的这些。不要让它变成什么通货紧缩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没错，很促进消费嘛。是。可是呢，这个消费券用在中共政府这边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觉得完全抹灭了这个消费券的本意哦。为什么？但就是发钱给大家花不好吗？发钱给大家花不错，可是他发钱呢，等同于你的薪水，你会不会开心？就是我发消费券给你，然后说，哎呦，我发消费券给你哦，这是你的薪水哦。所以你是说我工作的这一个月完之后，我领到的不是现金的钱，我拿了一叠消费券，没错，不是这个概念吧？而且拿了那一叠消费券，还不是全国都通用的消费券，是在某个地区的某个商场区域可以使用的消费券。你说，就是限时限地，然后又限区块，嘿，你拿了一点消费券给我，对，然后当成我的薪水之余，你还只能限定我在某个商场。使用这样子，没错，我们就给各位听友们来想象一下，给台湾的听友们来想象一下，当你只能拿到某某百货公司的消费券当做你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的所有层面的消费，只能在那间百货公司来做使用。然后你想一下哦，天天都吃地下那个美食街，对呀。对，每一家餐厅你都吃过，对，然后再来是你的所有的衣服都只能在那边买，对，然后那个消费券还限时哦，就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之下，比如说到了这一季完，比如说春季完，你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等于是说，我拿了那个一叠的这个我的薪水式的消费券完了之后，我还没有任何可以储蓄的空间。这样没错，你就是一定要马上花完。对，然后这个商家更可怜了，这个百货公司或这个商圈或这个商区的这个商家
非常的可怜。为什么？因为他拿到的不是现金啊，他拿到的是你一张纸，上面说几百块的券他这样也不好做成本进货吧？没错没错。那我就试想了，如果中共用这种方式发给人民这种消费券，然后呢当薪水之后，这个消费券被消费了，然后他给这个商圈或者是个商家，这个商家拿到这个券之后，他确定能够换成现金呢？好像也就是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对不对？而且重点是它上面还有一个但书它上面的那个字呢是写说，哎呀，这个消费券给你了之后，它的这个解释权，也就是诠释权，这个在这个商圈的这个商家手上。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商圈的消费券它要取消的话，就这个商圈说了算。毕竟他但书在那里了，没错没错，我是有写出来的。所以你的薪水还不是说保证会必须可以使用的就是这个商圈的大老板有一天说，你这个薪水不算数了，你这个消费券不算数了，所以就不能使用了，你不觉得很可怕吗？而且我们讲的刚那个就是真实发生在这个吉林的例子，没错，吉林长春的例子，没错。所以这些人民呢，他拿到这个就是以这个券，然后来去换物品，然后这个商家拿到这个券，他只能再以物易物。他们走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年代。你说原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券是一个物件嘛，然后它一个物件换一个实物，或一个物件换使用的商品嘛，然后这个商家他也只能用这个券来去出台他所有的这个商品给这个人民来使用，不觉得他们落入一个很可怕的循环吗？就是我使用这个好像看似正常的消费行为，但我完全没有任何现金流而且也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任何振兴经济这件事情。对，因为振兴这件事情是说我在你的薪水额外多给你消费券，然后让你觉得这笔钱是多出来的，所以我花起来没有压力，而且我会有欲望想要去花钱。可是问题是，当这个东西变成消费券或振兴券变成你的薪水的时候，你会心里想说，哇，我不花还不行对啊，然后是在跟我搞笑吗？是有压力的花而且我为什么要认真上班？对，所以这个中国人民呢，就拿到这个消费券当薪水的时候，他们都很生气，就觉得哇，这个国家破败到不行，是连现金都给不了，对。但那时候，反正这一则新闻后来有一个男士就讲说啊，这个好什么当地的什么劳动局还劳动部啊，什么介入调查这一家企业为什么要对这个员工做这种事？但我想说，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耶。对啊，你是在搞笑吗？为什么今天企业要这样子发那一笔消费券？就是因为大环境经济不好啊。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中国经济下行嘛，所以他不只是他们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拿不到。甚或是减薪，他们唯一最强的，因为他们要维稳嘛，他要镇压嘛，所以他们最强的这个薪水的来源给这个军警单位了。所以他们的这个中共的喉舌媒体啊，就他们的什么国家省份的电视台啊，或者是省份的报章杂志社啊等等都没有任何的薪水。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才跟各位听友们分享过嘛，就是他们要抗议，然后还要什么说我是爱国的对，我是爱党的。对啊，他抗议的布条上面还要写说什么非常就是对啊爱党啊，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样？对，也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已经在这个该拿薪水的地方拿不到薪水了，现在是更夸张，我的薪水变成了消费券，而且还是企业跟企业之间的勾结，就是我发的是一个某间企业商圈的这个消费券给你。对啊，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任何的金钱交易，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不得而知嘛。从这个新闻资料上面是看不出来的。可是问题是，这个是苦了人民啊。对啊，我劳动了这么久，然后真的对啊，苦了那些打工人，又苦了那个里面的商家等等之类的。没错，搞不好他之间的这个勾结就是我完全不用到现金流，所以就不会花到他们企业的钱。对，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到中共那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讽刺，就是消费券它的原意是好的，然后是希望振兴经济的，可是到中共手上就又变成是另外一种惩罚人民的手段。对啊，你想一下，就是我们正在过年期间嘛，然后他的薪水又不是现金。他拿什么发红包啊？对啊，他是要拿消费券发红包，是不是？然后发完之后发给远房亲戚，我还只能在这个商圈使用。外县市的人，然后就还要特别搭着这个长途火车呀，坐着飞机呀，来到当地。重点是坐得起他们的飞机跟火车吗？因为消费券不能在机场用。对。
甚至买不起机票。SAD 不是买不起，可能那个数额买得起，但就是买不到，就是航空公司没有加入到这个消费券的行列。火车站也会很纳闷啊。然后比如说他如果有那个就是弄现金进去的那个，就是自动缴费机好了，假设有这个东西，就是吸进去还是吐出来？没错没错，就是说这种东西不能用，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然后万一有些还不会吐出来，就吸进去就直接吸进去，然后没了，但是那个票也不会出来，这样。这就是习近平了。所以除夕啊，希望大家除夕一切平安，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发消费券这种东西，真的是当薪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到底所有的钱它都变成了消费券，那钱去哪里了？这时候钱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他们还是要建设国家嘛，还是要这个。打入这个国际的这个外交嘛，然后要这个发给某一些国家某一些有趣的事情嘛，比如说军费啊、军警训练啊等等这种东西的。这时候就比如说还有一带一路啊，要帮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他们认为可以合作的这个外交的国家，可以有一些合作。所以呢，他们好像还在大撒币之间，可是问题是他们就没有现金流。那要怎么办呢？这时候中共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想出了什么办法？举国债。他们就是一直举债，每一年都在举债。对，每年都举债，超过他们原本这个税收。然后呢，就是举债没关系，反正他们这美其名叫做建设国家，然后呢帮人民有一些就是支出这样。然后这个人民当然是看破手脚啊，就是想说哇，这举债举成这样。是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他们一个地方政府税收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对不对？然后还继续举债，所以债务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赚的钱又没有这么多，然后他们企业倒的倒，国企也在倒，民企也在倒，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人民就苦哈哈。对不对？刚刚讲的说他们的薪水还拿到消费券呢。对啊，好像说举债的这个金额是。专家是估说，中国今年在举债的金额是又在创新高。创下多高呢？就是整个创完了之后呢，然后还说当中60%是拿这个旧债，拿新债换旧债这样子。借新还旧了。对，就美其名是我把这个旧的债务给还掉了，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在解决这个债务的问题，或者是解决这个过去的某个年度的国债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新的国债它的数额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至少旧的，如果你有被还到的，它算你幸运呐。你确定呢？就是不然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一群人没有被还到，可是也不知道那些旧的是不是他的旧的债的那个直接变新的债，这样，就是他仿佛直接被强制借新债，就是也不得而知啦。所以在中国的内部的经济国内的经济这么惨的状况之下，各地方政府的不管是他当地的某些省份的国企也赚不到钱的时候，然后呢，结果呢举债又举这么高，然后发红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他要跟上新年这一 part。 对，没错，在新年前后呢，就是这个中共政府发给了非洲大红包。大红包多大的红包？就是这个10亿以上的这个美金。而且我们前面刚刚有讲到是就是它是军警的部分，它的发的这个红包已经不单单只是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它这个10亿元的红包啊，一开始只是所谓的民生基础或者是商业的这种模式的合作，可是呢，中共毕竟它这个一带一路，我们上次不是举了世界地图的例子呢，在每一个海洋的枢纽，它都有一带一路的影子。没错，那这个帮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帮非洲国家，这么好心的送钱给你，好像盖海港，对，要干嘛呢？实际上它是要帮你输入这个军警系统。而且它这个输的手法也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他现在这个10亿的军援啊，就是直接帮你培训军警。比如说他在这个港口的位置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港口因为我们要管制这个商业的进出入口嘛，听起来好像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好像很正当的理由。他就说我帮你训练这个警察，然后就是有这个海关啊、海警啊什么在这个港口附近，可是实际上他就是要控制这个港口来作为他以商转军的用途嘛。但它整个名称也是命名的很好听，它叫无偿军援啊！我
不用你偿还，对，我钱都给你。没错，就是说我帮你训练了，没错，你就拿到好处了嘛。可是看起来是好处嘛，可是实际上他管控了你所有的门面啊，国门这件事情让他控制了之后，这些非洲国家想要再飞出来，就像是这个金丝鸟装的这个就是打造进入金的牢笼里面的时候，没错，那就很可怜了。而且综合我们前面讲的话，整个这一次那个中共的10亿的军援活动，就是整个压起来，网友就是压起来。没错，中国的网民中国的人民啊，在这个网络上直接炸开了，就是蛮生气的，就说你这个国债举成这样我们那个每个省份欠债欠成这样，你都不解决，你再把这个钱把它输入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国家里面，是什么意思？而且网友也会说，比如说什么近10年来的巨额外援等到中国人民清算的那一天，这个非洲这一条一定会被拿出来讲。没错，而且非洲到底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么多人民的钱呢？本来属于人民的钱，而且他们就底下默默的留中国人民现在没钱吃饭，没钱看病，就他只单单留这一句话，大家就懂什么意思了。而且上次我们才请来宾来讲说，中国的疫情再起，然后他们的医疗量能开始又要渐渐濒临崩盘，没错。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处理好你的内政，结果跑来处理这个外交手段，然后去让这些军警训练的体系去渗入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我就想问一句嘛，中共政府你是在怎样新殖民主义但也有一个留言，我也觉得蛮好玩的。他说这事情好解释，这个10亿呢假账，但现金出海，仿佛是要捐给这个非洲，可是9亿呢进了他们海外的口袋。我觉得也是洗钱，我觉得也是一个解释。我听完之后我就所以是中共高官们在洗钱。对 ，Who know 呢？但我就觉得说，哇，所以其实很多中国人民看得透透的。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当然是大家也不知道，可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按照他们过去的这种一贯式的手法，以及他们这个脉络来看，他们是有可能这样做的。毕竟他们很喜欢洗海外账户的钱。对啊，他们不是现在都就是钱要润出来吗？对，然后润不出来嘛，那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呢？军援非洲，没错。然后赚不到钱没关系，有国有器官国债再举一下国债举不起来，人民没钱没关系，他是人矿消费券先发啦，是不是？消费券发下去之后，各个省份的消费券还不能互相通用这是怎样？要做邦联还是联邦？那但是也有人会说，这个军援非洲也有可能是他们想要应对美方的制裁，或是等等之类的，他们想要扩大自己的战力。然后如果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话，会不会再更方便一点？等等之类的，也有这种说法。他们训练军警，感觉就很像什么，就是你知道什么亚洲帝国主义，然后突然输出到外面，然后黑人又被你拿来随便用。我心想说，哇，这是整天他们嘴巴都讲说什么美国是美帝然后日本是日帝然后结果你现在中国是这样皇帝而且那时候非洲的那个就是非洲政府看起来好像都是乐呵呵的接受嘛，跟中共做朋友或者是从中共那边拿钱之类的。但其实非洲人不一定都这么觉得尤其是非洲的学生们，就是明智有开化的有被教育的然后看得透透的，很清楚，他们就很生气对，我们政府拿了一堆好处，但是问题是他们选的政府又不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在那边执政他对他们的内政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益处搞不好那些钱都进了他们口袋嘞。他们就会直接说中共这种行为就是虚伪跟新殖民主义。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呢，问题是这个中共政府在大型这个感觉不像外交啦，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外交，不是外交吧，就是把它当自己的那个小喽啰啦，小喽啰，他要做老大的概念然后我能用这块地来部署我的军队嘛，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他想要非洲的什么矿物你说看上天然的那些东西吗？或者是锡矿等等的。毕竟这个中共政府最近不是在控制锡矿吗？对啊，稀有矿物嘛，然后让这些什么科技业的然后这些西方国家开始紧张啦，怎么可以开始控制锡矿呢？对不对？就是没有在自由贸易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接下来的好处就是大家应该都进一步的在更加的思考到底所谓的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应该要怎么成型，然后应该要怎么来进行
那个整备等等之类的。因为那时候听台湾的专家在分析这一次川普上台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川普这次上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安全议题，当中就是这个重整供应链的部分，就是他觉得说供应链已经不单单只是就是维护国家自己的资源这件事情它会从现象级变成是他们真的着实要从这上面去做改革，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安全议题很重要。没错没错，不管是各种安全啦，比如说区域政府的这个安全各个地方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安全等等，或者是说能源上面的安全，都是在考虑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呢，我感觉啦，就是我觉得这种两大阵营的这个态势呢，会越来越趋于明显的对抗。虽然说好像我觉得抖音这件事情蛮神奇的，就抖音海外版 TikTok， 就是它仿佛好像要在美国活下来了，可是它活的方式又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这样没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活。对，到底是不是美国一定要投资呢？什么这些，就是 TikTok 它可以活，但好像已经不是照着中共的方式活吗？等等之类的。所以 TikTok 会变成自由版，在美国会有一个自由版本。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很值得接下来继续看，我觉得蛮有趣的，大概是蛇年少数有趣的地方。没错，就是一些蜿蜒，跟蛇一样，好蜿蜒啊。对啦，但是非洲的红包到底领完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可能也要继续看。对，而且这个非洲的红包到底是真的是领红包还是领血？哇，是血包吧？血包，哇，天哪！谁的血？感觉都是中国人民的血，就是被吸干了，然后突然再发钱出去。对呀，对，我觉得中共很喜欢输出一种东西。输出什么东西？他们的文化这件事情，通常都是一些，比如说他们拍某些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文化型统战啊，或者是想要输出这个文化影视作品，或者是在这个 Netflix 上面，就是人家的影视作品进不到他们的任何直播平台或者是播出平台上，不容易。可是他们的陆剧啊，或者是常常在各个大的这个影音平台可以看到。没错，就像是近期应该说过去几年，就是这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这个易烊千玺呢，四字弟弟，没错，他就是很会演嘛，然后演出了很多这个霸凌相关的电影。最近是不是？我记得他前一阵子好像跟周冬雨有一部吧。对，就是少年的你嘛，就是周冬雨演出这个被受到霸凌的对象，然后这个四字弟弟呢，他就是协助他，就是逃离那个现场的那个状态，可是他最后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的故事，他是有被判刑的就是一个很可怜的这个境地啦。但是这个事情到底在中国有没有发生，以至于中国的编剧都把它写进去了？其实实际上在最近的新闻是有被爆出来的。你说校园霸凌这件事吗？没错，而且红到这个海外的所有国际媒体都在关注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因为它后续的影响效益非常的大。就是原本这一个校园霸凌呢，就是当事者已经过世了，然后起因呢，这是这个，因为官方不会给你消息，那所有外媒的新闻来源，他们只能就是采取可能看看身边周遭的人有没有声音，网友有没有声音，反正就是去问。那拼凑出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被霸凌者呢，他那时候呢，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有跟另外一个同学有言语的冲突，所以他后来遭受霸凌之后呢，跳楼了。可是大家后来觉得说觉察不对，他不是自己跳楼轻生，他是被跳楼吗？他是被推下去的。天哪，被谁推啊？霸凌的那一个霸凌他的同学推他下去的。是。然后后续还有再传出说，那个霸凌他的同学呢，他有身份背景，他的父母是地方官员。哇！所以学校呢，在这件事情处置上，就是安抚这边，安抚那边啊，然后绝口不提事情经过。对啊，就是讲说轻生啊，大家遗憾啊，这样子，简单草草结束。讲一下表面上的官话。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不得而知，这样子，监视器被毁坏了，而且他们的媒体又不会报道。没错，我们之前也有提过那个，因为照着党意走嘛。对。对啊。但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到这边就结束。因为这个学生过世了，然后当地的民众呢，就是他的家人啊，这是在1月初的新闻，家人到学校呢，一定是想要先知道真相嘛，是大肆的求救之后无果，
然后呢，后来在1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往生的学生呢，他的舅舅又被抓了。哇！民众忍不下去，当地的民众，这是发生在陕西的蒲城，蒲城的民众啊，忍不下去，群起啊，抗议吗？抗议，然后直接在学校，所以是包围学校吗？我不确定有没有把学校4边形的包围，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影片的话，那个抗议的人数是很满的，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就是我们直接来听听看现场的声音好了。没问题。你看把人往大声嚷嚷，我警察狗日的警察！哇，听起来好像很混乱，而且很多人。对，没错。然后跟大家讲，最刚开始我们听到是放人，放人，放人，就是大家是全部一起喊，而且声音非常的算洪亮嘛，但要时间很久。就你其实看到那个影片，你会觉得蛮震撼的，就是很少你在中国看到的一个景象。然后他们后来呢，就是直接大喊，就直接对着警察大喊土匪，就警察就是黑社会。哇！然后之后呢，这个剧情就越来越激烈，因为他们开始听到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是。然后你看那个影片，哇，那个影片我真的起鸡皮疙瘩。他就是警察的那个棍棒，是他抓着谁不管，他就是打。然后我看就是打妇女，无差别打人。对，真的是黑社会，真的是黑社会。他就是打妇女，完了之后呢，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为什么要抓着学生打？就他们连学生也打，妇女也打，他完全不管你是什么人，完全不是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之下。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在台湾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台湾的警察打台湾的人民。对啊，很少啦，就是应该说，除了威权时代，但大部分因为警察是要保卫人民的嘛，保护人民安全的。那实际上呢，在陈抗的这个台湾的现场的时候，大部分如果台湾人如果有诉求，通常官员会有回应，然后现场的警察都是维护那个所谓的抗议的秩序，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犯罪行为。如果有犯罪行为的话，他会举牌先警告你，对，然后让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违法哦，没错，然后人民就会开始和缓下来，就是。或是如果持续激进的话，再上去，然后用一个控制住你，没错，就让你不要在那边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这边应该说台湾的警察是很保护所谓的秩序这件事情的。就是实际上真的会抓着人民暴打、毒打这种事情，只有在中共的武警身上会发生。所以实际上在两岸的这个比较上面呢，你就是可想而知，就是两岸的政府对于人民的所谓的管控这件事情是很有差别的。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已经忍受不住了，从经济面到民生面到政治面，他们已经完全的可以说不受控吗？我觉得他们是对于这个中共暴政的一种反弹。对，我觉得刚刚泽维尔讲就是这样没有错。就是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民众的那一股就是戾气，就是不畏警察，就是不畏去中共的那种决心是很明显的。这是我觉得很难得去看到，就是我觉得说要说很开心看到好像也不行，因为整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的确是看到中国人民就是起来的那一面，已经开始站起来。然后因为他们在对峙警察的过程当中，他们无所惧怕。就是警察打人的时候，就警察最刚开始想要封锁学校，但是民众就是坚持前进，然后旁边的民众就牛啊！是，他们坚持前进，然后他们的确面对警察的威吓的时候，他们也的确有手开始丢东西，就他们有丢东西，他一度是把警察逼退，然后他们一度是推倒了学校的围墙，就是一度有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地方警察就是开始打人完了之后，但是这件事情呢，他在1月7号的时候，仿佛一切都平息了。
是他们从外地调了特警过来。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陈抗模式被中央所谓的北京中央抓了着的，就是他们已经发现说，这个地方如果武警或者是地方的警察如果管不住的话，他就会从这个另外一个镇压单位来直接下派到那个省份当中，要来行镇压的事实。可是中国人知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地方的警察为什么管不住？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管住？到底是缺乏什么？然后还要从外地调特警过来啊，可能还要再等个1天或2天这样子。我大胆假设，搞不好地方的警察，默默的站在人民那边。的确，这是一个想法，他们会不会？但是如果完全站在的话，那个出手也太狠了，就还是有打人呐。是，对，但会不会是可能地方跟中央联系方式不够密集、不够完善之类的？有可能中央是一套系统，然后地方是一套系统，因为各个省份各自为政嘛，而且还有党内的各种。互打，对，往内互打，对，他们往内互打，就他们共产党自己的竞争也很可怕，而且他们往内互打都要付费的。付出那些警察费用啊，不管是武器的费用啊等等之类的，对，就是很可怜。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象说，因为其实中国的所谓的陈抗事件，已经频频发生了。对，数据是比去年又在更高的，没错。所以如果在频频发生之下，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发展出一个新的中国人民模式，新的中国人民陈抗模式。对，就是可能在那个搞不好人民有一天要起义了的时候，他们就更清楚知道要怎么做。是，在原本刚开始还是地方警察维稳阶段的时候，就尽量进攻，对，大声的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可以的话，外媒也知道啊，网络也知道，最好大家都知道。完了之后，中央下来了，那可能镇压就是流血事件了，先停，假装没事，没错。因为像那个香港那时候反送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有一套就如水的战略，但到最后汇聚起来，还是就是我忘记他们是以海水还是什么来自称，但就是打游击战这种感觉。该不会是什么黑潮吧？最近黑潮真的是砍了又砍，嘿，对啊，砍了又砍，真的是不得了。台湾这边也在面对这个台湾这个国会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打游击战，我们把身体的抗体建立起来，各个身体部位的抗体建立起来。尤其最重要的是精神抗体，就是对。不管是台湾人也好，或者是中国人也好，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只要是人，心中都有那把尺。对。当你自己的自由权或者是你的平等权被占据，或者是磨灭掉的时候，你的心中的那把尺，因为你不想让它断掉，所以呢，你就会持续的往前进，然后去争取你所想要的。因为毕竟争取自由是全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在这一刻的时候，我们终于跟中国人想到了一起嘛？没错，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一定要支持这个中国人呢？就是中共要民主化，就是要推倒中共，然后中国人民主化这件事情，原因就在于如果中共持续的存在，那是威胁到的是台湾人，威胁到也是全世界的人。对，也会对于这个中国人民本身会有这个生命财产上面的安全。我觉得也会有问题。对，从实际面到这个心灵的层面，就是对于人的道德、人的普世价值，它都是摧毁性的存在。没错，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发出来的这个状态，都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持续建立自己的一种初期的模式也好，或者是渐渐在长大的模式也好，发现他们能够跟中共政府开始进行对抗的状态的时候，连中国人民都起身对抗中共了，那台湾人是不是要持续的来保卫台湾自己？就是也是共同来保卫所谓坚定的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因为毕竟中共渗透的不是只有想要统台湾而已啊，它是要渗透到全世界，它要输出它的所谓的红色势力到台湾，不过就是它一个借口。没错，它就是只是想要拿到第一岛链突破口而已。对如果他输出出去的话，美国会不会有一天很后悔他当初把中共扶植的这么大，或者是让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等等之类的啊，我们后续都观察啦，我们后续都观察，持续的后悔，持续的观察，持续的观察。没错，我们就看一下最近这个2025年的这个美国新政府，对，会有什么新的作为，或者是这个两大所谓的自由阵营跟这个邪恶阵营这一方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态势上面的对抗跟变化？我们解密404持续来为各位听友们来关注这件事。没错，也希望中国人民可以有越来越好的生活，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邪恶集权的时候呢，我们跟你们站在一起。毕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要不然就不会发放这么多谐音梗在这个就是微博上面、小红书上面各种实名举报哈。对。然后呢，讲的好像一副好像是在介绍生活的时候，但是实际上都在举报某个人，或者是在讽刺某个人。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民开始找出了他一套的这个生存模式。没错，北京一男子也不会只叫北京一男子啦。毕竟电影里面有饥饿游戏嘛，那他们里面就很像这个所谓的反乌托邦的这个战场，可能他们是什么红色游戏之类的。但还是住在这边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也没有大年初三。大年初三我们讲这么沉重的话题呢，对，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休息跟放假的同时呢，也要思考一下自己美好的未来。没错，毕竟新的一年嘛，希望都有新希望。对，新年新希望，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很烂对。但我们可以在Apple Podcast、SoundOn、First Story、KKBox、Spotify、YouTube。都可以看到我们404，没错，听到，是，在我们听到跟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就是每个周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你下班，陪着你放学，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那这集也伴随着大家度过这个蛇年的大年初三，没错，那就希望大家未来一切都好。没错，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